和全世界一样，汉语也用甜来表达喜悦和幸福的感觉。这是因为人类的舌尖能够最先感受到的味道就是甜。这种味道往往来源于一种物质——糖。对于阿红来说，糖不仅表示着甜，更意味着一切。一早，炉火已经烧得很旺，阿红准备开始熬糖。糖葱薄饼，潮州著名的传统甜食，阿红的手艺是祖传的。今天，阿红准备多做一些糖葱。明天就是当地隆重的节日冬节。阿红家的饼食店在打好古城的苏州街上，时光大致保留了这座小城质朴的颜色和缓慢的节奏。离打好不远的霞山，阿直的鸭脯店今天十分忙碌。熏鸭用的木桶里，炭火一直在燃烧。从阿直记事起，门前的这个木桶散发出的甜蜜烟熏味儿，一路伴随他长大。阿直家一直保持着最传统的熏鸭古法，这种方法已经有300年的历史。阿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独门秘方。红糖、五香粉、醋、盐，这个也是结合我们潮汕人的口味而调制的一种酱料，一直都是这样。红糖是从甘蔗中简单提取的粗糖，由于没有精加工，它几乎保留了蔗汁中的所有养分。在中国，红糖通常被当作营养品，而潮汕人则偏爱用红糖来腌辣食物。把腌制好的鸭子整齐地挂在木桶内壁，用木炭火烘烤40分钟后，酱料充分浸润到鸭肉内部，烟熏的时候到了。熏鸭用的燃料居然是甘蔗渣。钢汁蟹里面有少许的糖分，可以使鸭皮有甜味，也可以使鸭子本身的颜色可以深一点。店里每天要用掉大约40公斤的甘蔗渣。要找到这些材料并不难，在距离阿直家不到20公里的山脚下，近1000亩的蔗林正在蓬勃生长。北回归线穿过这片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使中国的岭南地区成为甘蔗的主要产区。蔗糖的甜味儿来自分子中的葡萄糖和果糖，这是太阳的光合作用带来的。隆冬的雨季，甘蔗悄悄积聚着糖分。这种物质不仅能为人类补充体能，更能在缺乏日照的寒冬里抚慰我们的心灵。当然，蔗糖也为中国多个地区的美食提供了甜味的基础。正所谓来到潮州一日游，多少吃货解千愁。在潮州享受美食，品的不仅是滋味，还能品出文化。比如这种叫果的食物，无论平常、节日还是仪式，果的身影无处不在。有一首歌谣这样唱道：潮州人上食果，油果、甜果、石榴果，面果、酵果、油炸果，
厚果、软果、牛肉果、菜头圆和核桃果。瞧瞧这些形形色色、可爱的果果们，它们在潮州人心中的地位可是任何珍馐美味都无法动摇的。创造力无穷的潮州人也各展技艺，把万物收于果中，令百果齐放，多姿多彩。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表哪一枝呢？咱还是从潮州人的一日三餐说起吧。潮州人的清晨是被什么叫醒的？是一碗果汁。哎，而此果汁却非彼果汁。看到这儿，您可能要问：哎，这果汁到底是什么呢？别着急，先跟我们来瞧瞧潮州人的早餐。这是一家普通的果汁店，陈子明和林丽珍夫妻俩经营这家小店已经8年时间，每天都顾客盈门。能够在果汁界占据一席之地，必定有着过人之处。那么，他们有什么秘诀呢？咱们先卖个关子。只见此时，食客们正在大快朵颐，脸上尽是心满意足的神情。这样一碗叫人停不下嘴的食物，就是潮州人早餐的主角——果汁。其实啊，果汁就是将果皮切成小块熬煮。熬出雪白的米汤后，再配上各种卤味用来调味，类似于北方的嘎巴菜、面旗子。潮州人到底有多钟爱果汁呢？星罗棋布的果汁店就能说明一二。在潮州，几乎24小时都能找到卖果汁的档口。潮州人把果汁当作早餐、点心、夜宵。甚至只要饿了，又想不到吃点什么的时候，那就干脆来碗果汁好了。果汁到底凭借什么获得了人们如此的青睐呢？重点来了：卤大肠、卤猪脚、卤牛肉、卤豆腐，或辣或咸，或酸或甜，或荤或素，你可以尽情调出自己喜欢的味道。在潮州，你找不出味道完全相同的2家果汁店，这也是果汁的神奇之处。香菜，你帮我拿2斤吧。装起来可？可以啊。那装还好。可以。先说食材。每天早上，林丽珍都要去采买最新鲜的蔬菜和猪大肠，作为果汁配料之一。大肠要经过反复清洗，才能去除它前世的记忆，成为果汁卤料里爽脆口感的担当。再说卤料，它可决定了这一碗果汁能否留住顾客的胃。陈子明寡言少语，但身上却有股子倔劲儿。当初他四处求教，只得到一个大概的配方，只好反复试验，不断请亲友试吃，足足用了1年才配制出自己的独家味道。真应了那句话：模仿成不了大器。里面有那个八角，还有那个香叶、辣椒、蒜头、生姜，还等等很多啊。这有几种，还有放到水里面搅一下。各种调料经过热锅翻炒，让它们释放出激情。
放入汤袋，沉入沸水熬煮。当汤色浓郁时，再将猪大肠、豆腐、五花肉各自放入不同料锅中，用小火卤煮。如今，果汁的配料已经十分丰富，制作也十分讲究。但曾经果汁的诞生只是为了充饥。相传在元末明初，战火连绵不断。潮州人郭真顺教人将祭神的果品切成碎片，晒干储藏，称为果子脯。当战争波及到潮州，一片饥荒，人们幸得郭真顺的这种发明，才有了充饥之物。今天的果汁就是昔日果子脯的衍生物，但其中的技术含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果汁里最重要的原料果汁皮，陈子明夫妇却做不了。妻子林丽珍每天需要骑车穿过2条巷子，到周国新家购买店里需要的果汁皮。到最后，你吃过？周家制作果汁皮的手艺传了几十年，凭借韧劲儿十足的口感，在行业里成功出圈。但凡称为手艺，一靠经验，二靠熟练。来吧，周师傅，请开始你的表演。怎么样，看出门道了吧？您可别认为这果汁皮做起来真的如此简单。不信您瞧瞧这位周国新的亲儿子是怎么做的。哈哈，那边。花都很就是直接卡个卡单。那也有花，那你能来？哎呀，这老皮啊！有没做过很就是？太好笑了。那个前面，你也是要别别。没错。挺好啊，这个好。这谁做的啊？哈。一学就会，一做就废。面对耿直父亲的精准吐槽和媳妇儿的肆意嘲笑，儿子周一南曾想过用机器代替人工，既减轻劳动量又增加产量。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于是我就定了，花了差不多5万块钱吧，就定了一台比较大型的一个机器，想要制作。那我爸他是不同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这一辈子，他就一直跟我说，你用机器做啊，他肯定是没有手工做的好吃。但是我不相信，不信这个邪。于是做了之后，真的是没有生意。用机器做的，它首先它是太薄了，而且它的那个韧性不够。手工做的果汁皮，它的韧性很够，比较 Q 弹，而且口感比较好。事实胜于雄辩，手工做的果汁皮含水分，口感更有韧劲儿，机器可没这灵性。失败后的周一南终于肯听父亲的话，勤练果汁皮的手艺。果汁皮的制作方式看起来就像北方的摊煎饼。其实，在吃方面，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一直存在很多有趣的拍档。南米北面就是极有特色的一对儿。北方产小麦，小麦面粉制作的美食数不胜数。古时候，从中原地区南迁的潮州先民们以米代面，
延续了中原的饮食习惯，果也由此应运而生。一碗看似普通的果汁，从果皮到果汁的卤料，没有一样真正简单。手艺不到家，怎能料理潮州人的一日三餐？在忙碌之后，片刻的闲暇中，喝喝茶，聊聊天，浇浇花，很简单吧？这就是潮州人的幸福。小小果汁装下了潮州街巷的寻常烟火，也装下了这座淳朴城市的安静与喧嚣，更装下了潮州百姓的勤劳与传承。要想打卡潮汕美食，牛肉一定是不二之选。牛肉摊档每天都上演现实版的庖丁解牛。新鲜才是牛肉火锅的灵魂，一颗小小的牛肉丸，唯有千锤百炼、功夫傍身，才可立足小吃江湖。牛杂遇上大鼎，妙手活色生香。做牛有门道，食牛才有味道。牛肉可以鲜到跳舞，切牛肉可以快到飞起。不厌其烦地将牛肉分门别类。牛从宰杀到下锅最长不超过4小时，苛刻到用秒来计算下水时间。这些只有在一个地方可以同时领略到。专门从江苏无锡过来的东北人，我是武汉的。赶飞机，打飞机的第一顿是到这里来吃的，我们想临走之前再吃一顿。潮州，一座吃的历史和城市历史同样深厚的古城，一座让食客老饕流连忘返的美食之都。在潮汕，一顿牛肉火锅将刷新你对火锅的认识。潮汕的牛肉火锅店就像随处可见的便利店，但最集中的地方一定在观塘。潮汕牛肉火锅兴盛于20世纪40年代，汕头开埠后，潮汕人依托客家乡邻养殖的土黄牛，借鉴西方食牛的经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食牛方式。涮火锅讲究多，如果涮不好的话，再好的牛肉也要被辜负。所以经常会看到陈瑞坚跑到食客中间亲自上灶，现身说法。好，今天晚上教大家这个潮州牛肉火锅。来，看到开得这么开心，整盘倒下去。13到15秒这个时间段。潮汕人涮牛肉讲究3吊汤，用漏勺盛着牛肉，入水出水烫3次，大概10秒左右的时间，牛肉达到最鲜嫩的程度。你们说好才是好，试一下。秘制沙茶酱，沾起牛肉来，会让你越吃越想吃。当然，遇到极致一点的老饕，对鲜的追逐还要更进一步。你看一下，水开了啊，把它关掉。关掉。啊，是。时间。关掉来烫。颜色都是粉红色的，粉粉的。可以了。这样吃好鲜啊！鲜，有奶香味，这样子就是感觉跟初恋差不多。来。3、2、1，兄弟！潮汕地区不产牛，却成为牛肉的收割机。食牛狂潮把中国云贵川乃至东南亚最优质的牛吸纳过来。有数据显示，1400万人口的潮汕地区，一天要消耗至少5万公斤牛肉，其中的小鲜肉用来涮火锅，贵在一个快字。而对付韧性十足的肉，就要讲究一个慢功夫。唯有在潮州西马路一带，才能真正找到这个城市的节奏。慢是这个古城小巷里的市井味道，店面朴实无华，风格自成一体，
很多古董级的小店藏身其中。有一家小店，食客总结有3大怪，店主老三只收现金，脾气怪。你买水壶，你买钱跟他放现金出来。店面简陋，人人爱。饭点来吃堵门外。上午来了一趟，不知道他1点半才开始吗？1点半到6点嘛。这家风格迥异、特立独行的小店，多年来只经营一种混搭小吃。这老三豆干烟，你看啊。豆腐跟丸子啊。牛肉丸起源于客家，在食物保鲜水平落后的年代，客家人将牛肉剁碎，挤成丸子煮熟保存。19世纪末，汕头开埠，在潮汕的大街小巷，经常有客家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聪明的潮汕人将这种方式借鉴过来，发展为街头巷尾大众喜爱的小吃。手打牛肉丸重在功夫2字。第一，搞这个不利，可以，第二，它差不多搞在一起哦，就用这个，最后又好了就。潮汕人在客家牛肉圆的基础上加以改良，选用牛的后腿肉，用铁棍取代了刀背捶打牛肉。3棱形的铁棍每一面都有妙用，窄面用来剁斩，宽面用来拍打。捶打过程中还要顾及捶打面、手以及外界温度对肉质的影响。5、6岁开始就要帮他父亲上扇子，因为那时候没有定分上嘛。然后是像这种天气的话，他不上扇子，那肉就打快。慢工出细活，2只手像打鼓一样左右开弓，整个过程不能停顿，必须一气呵成。大概捶打1800多次，30分钟左右，整坨肉变成一坨肉泥之后，再迅速加入生粉、盐等调味品，将肉浆和配料不停搅打成胶状物。最后挤完，放入70度左右的热水中定型，以锁住水分和鲜味。师傅打好的肉酱，徒弟另有妙用。普通的面粉加盐，还有那个肉酱，搅在一起，打均匀，然后涂抹在这个豆干的上面。每天下午1点半到6点，只在午饭后、晚饭前营业，从不迁就那些只为饱腹而来的食客。几颗牛丸、几块豆干、1碟酱料，烫些豆芽、生菜搭配在一起，老三豆干丸子准时热气腾腾地与食客相逢。下滑车回家洗个澡，准备就跑来这里吃。每天都来，1车3碗。食客中8成本地熟客，2成慕名而来的外地人，只有经验最丰富的老友才能抢到主锅旁边的位置。这是 VIP， 对，你说的太对了。看着锅中煮沸的丸子起舞，让漫长的等待更加耐人寻味。能说会道的老三绝不会让等待陷入沉闷。会懂事就看做烟啊，以前是这样搞啊，没车啊，没一再走家干的。挑的扁担，然后一个扁担是放在炉子，扔上来就可以卖。环境简陋，吃相朴素，但不影响豆干丸子小吃在这片街巷上屹立100年不倒。80年前，父亲曾经靠1根扁担、2口锅，沿街叫卖，便红遍西马路。这一棒装肉烟丸，这一棒就抓水，搞好来这里换，搞那个肉烟亭来嘛。春去秋来，小吃摊档在袁俊辉手上也已经有40年光景，慢成了小店的调调。
一碗豆干丸子为很多奔忙于快节奏生活中的人提供了一个小憩的港湾。最近，在他店里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首意趣十足的打油诗。这呢是佢東路邊專賣豆瓜糊泥，上晝下隻硬超劇，蛋黃吹來成蟲呢，夏天就不好就送走它，秋天快快來嘛，秋客容易會撤嘛，冬天肯定的，因為春天嘛，一聲響出來的。这首打油诗是袁俊辉自己所作，请人誊写挂在了店里。这份灵感却来源于武侠世界。皇上生意做好了，就看一看啊。金庸我比较有喜欢。白晓生啊，听下什么老头懂，这好像是5本。武侠的世界里，靠武功立足江湖，小吃行当又何尝不是一个江湖？靠功夫跑赢时间，只不过此功夫非彼功夫。人家都讲我这个老商态度有的时候好像都不好，不会说合话，不要再会尽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袁俊辉有一双儿女，但都没有想法接续手艺，徒弟庄玉挺反倒成了他的寄托。然后那些老顾客来了，这还是会说叫他煮，肯定是按照自己的风格来了。因为现在比较年轻的人，他们来了都是我在煮嘛。对于经营这家店，庄玉挺有着自己的想法。或许曾经的江湖已经落幕，新的江湖又将粉墨登场，江湖上还会流传着关于老三豆干丸子的传奇故事。